你有没有发现，人生最容易出事的时候，不一定是在你最倒霉的时候，而是在你不在自己的位置上的时候。当你离开熟悉的环境，进入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当你换工作、换城市、换圈子、换跑道，当你在人情不熟、规则不明、资源有限的状态里前进，你会突然发现，原本在自己地盘上很有把握的事，到了外面就不一定管用。这就是易经第56卦火山旅真正要提醒我们的事。旅不是单纯旅行，不是出去玩，不是看风景，而是一个人暂时离开原本的根基，走到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出外打拼、职场转换、人生过渡、寄人篱下、异地求生，也可以理解成一段关系里你还没有真正站稳脚步，一个新环境里你还不是主人。所以火山旅这一卦讲的不是你要不要远行，而是你在没有主场优势的时候该如何保护自己，该如何进退得宜，该如何用谦卑、清醒、分寸度过人生的过渡期。火山旅的卦象，上卦是离火，下卦是艮山。山是停住的，是固定的，是稳重的。火在山上燃烧，看起来很明亮，但它不会久留。山上的火一阵风来，火势会变，柴烧完了，火也会熄。这个画面很有意思，它告诉我们，旅人的状态就是这样。你看似有光、有热、有行动力，但你没有根。你可以照亮一时，却不能把那个地方当成永远的家。所以旅的核心智慧就是4个字：暂居之道。当你只是暂时停留，就不要用主人心态去支配别人的地方。当你还没有站稳，就不要急着表现得太强势。当你身在外地，身在新局，身在陌生的人际环境里，最重要的不是争赢，而是保全自己，慢慢看清形势。卦辞说，旅小亨，旅贞吉。这句话很关键，他没有说大亨，没有说大吉，只说小亨。意思是旅卦的状态不是让你大展拳脚、全力扩张，什么都要拿下的时候。它可以有进展，但这个进展是小的、有限的、谨慎的。你可以得到帮助，可以解决眼前问题，可以找到落脚之处，但不要期待一口气翻身，不要期待所有人都站在你这边，更不要把暂时的顺利误以为自己已经掌控全局。旅贞吉，就是说人在旅途中要守正才会吉。这个守正非常重要，因为人在外面最容易因为不安而乱抓机会，因为孤单而依附错人，因为急着成功而走捷径，因为想证明自己而失去分寸。旅卦提醒你，越是在不稳定的环境里，越要守住原则；越是在没有靠山的时候，越不能做让自己留下把柄的事。很多人遇到人生转换期就会很焦躁，刚换工作就急着证明能力，刚进一个新圈子就急着发表意见，刚开始一段关系就急着要求承诺，刚到一个新地方就想把所有资源抓在手里。可是旅卦告诉你，错了。这个时候真正高明的人，不是声音最大的人，而是最懂观察的人。你要先看清楚这里的规矩，看清楚谁是关键人物，看清楚什么话能说，什么话不能说，看清楚谁是真心帮你，谁只是表面客气。旅人的第一课不是冲刺，而是安身。大象传说，山上有火，旅。君子以明慎用行而不流欲。山上有火，火照亮山，但不久留。君子看到这个卦象，就懂得处理事情要明察，也要谨慎。该判断的要判断，该处理的要处理，但不要拖延，不要积压，不要让问题长久卡住。这句话放到生活里非常实用。人在履卦的状态里，事情不能拖，因为你不是在稳固的环境里，你没有那么多资源慢慢耗。问题越拖，麻烦越大；误会越拖，人情越坏；责任越拖，局面越乱。所以大象传提醒我们2件事：第一，要明，你要看清楚，不要糊涂；第二，要慎，你要谨慎，不要冲动。
明慎用刑不是叫你去惩罚别人，而是说你在处理纠纷、判断是非、做出决策时要有清楚的标准。该切割的关系要切割，该结束的合作要结束，该修正的错误要修正，该承担的责任要承担。但是不留豫又提醒你，不要把事情纠缠太久，不要沉溺在怨气里，不要一直把过去的错放在心里反复审判。有些人在人生旅途中最痛苦的不是环境不好，而是心里一直关着一座监狱。以前被谁伤害，以前哪件事不公平，以前哪段关系对不起自己，全部都不肯放。可是履卦说，火在山上不会永远停留，人生也是如此。你不能把自己困在过去的判决里，看清楚，处理掉，然后继续走。接着看6个爻辞，他们就像旅人在不同阶段会遇到的6种处境。初六说，履所所，思其所取哉。一开始出门在外，最怕什么？最怕格局太小，心态太碎，事情还没开始就斤斤计较。履所所就是一个人在旅途中表现得很琐碎，很小气，很不安，什么都要计较，什么都怕吃亏，什么都想抓住。这种人在新环境里很容易惹麻烦，别人还没真正了解你，你就先给人一种难相处、爱计较、不大气的印象。刚进公司就抱怨制度，刚加入团队就挑剔别人，刚到亲友家暂住就嫌东嫌西，刚进一段关系就不断测试对方。这些看起来只是小毛病，但在履卦里，小毛病会变成大灾难。因为履人的安全感本来就弱，别人对你的包容也有限。你在自己的地盘上，可能有人习惯你的脾气，但在外面，没有人有义务理解你的不安。所以初六提醒你，刚到一个新地方，先收敛，先观察，先把自己的情绪和需求管理好，不要用琐碎的抱怨破坏自己的落脚之地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最好的做法是少说多看，少要求多适应。不要急着表达不满，不要把每一件小事都放大。你可以有远走，但不要一开始就把自己变成麻烦的来源。六二说，履其次，怀其资，得同仆真。这一爻就好多了。旅人找到可以暂时安顿的地方，身上也有资源，还得到可靠的人帮助。这代表人在外面如果能够谨慎安排，守住资源，结交可靠的人，就能逐渐稳住局面。其次是找到住所，怀其资是带着资财，得同仆真是得到忠实的协助。放在现代，就是你在陌生环境里，先确保基本生活、财务、资讯与人脉都不要失控。你不一定要马上成功，但你要有落脚点。你不一定要认识很多人，但你要有1、2个可靠的人。你不一定要大赚，但你的资源不能被乱花乱耗。这一爻对出外工作、创业初期、转换跑道的人特别重要。你要先问自己，我的基本盘稳不稳？我的钱够不够支撑？我的住处、工作、人际资源是否可靠？我身边帮忙的人是不是值得信任？很多人在履卦状态里失败，不是因为能力不足，而是因为没有管理好资源。刚有一点收入就乱花，刚认识一些人就乱信，刚找到机会就把全部筹码压上。六二告诉你，人在旅途中最重要的是稳住资源，珍惜可靠的帮手。九三说，履焚其次，丧其同，仆真利。这一爻开始危险了。旅人的住所被烧了，可靠的仆人也失去了，即使你觉得自己是对的，也会很危险。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？通常是因为旅人太刚强、太急躁、太自以为是。九三是阳爻居阳位，有力量，但在履卦里，力量用错地方就会烧掉自己的落脚处。这很像一个人在外面因为一时脾气跟主管撕破脸，因为一时冲动跟合作伙伴翻脸，因为一句话不服输把原本能帮你的人得罪光，因为想争一口气，结果连暂时安身的地方都失去。焚其次很可怕，因为次是旅人的临时住所。对旅人来说，临时住所不一定豪华，但它是安全感。
一旦你把它烧掉，就代表你失去退路。丧其同仆，则表示你连身边能帮你的人也失去了。这一爻提醒我们，人在不稳定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用情绪做决定。你可以不满，但不要立刻翻桌；你可以觉得委屈，但不要马上断绝所有关系；你可以想要证明自己，但不要把所有桥都烧掉。遇到这种状况，最好的建议是先降火。任何重大决定，尤其是离职、分手、解约、公开指责、撕破脸，都不要在情绪最高点做。履卦的危险不是你没有能力，而是你在没有根基的地方太用力，最后伤到的是自己。9四说，履与处，得其资府，我心不快。这一爻很微妙，旅人找到一个地方停留，也得到资财和工具，看起来情况不差，可是心里仍然不快乐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位置不是他的家。资源有了，工具有了，表面上可以过日子了，但心里知道这不是最终归宿。这就像很多人到了一个新工作，薪水还可以，环境也不差，但心里总觉得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。或者一段关系看起来稳定，但内心没有安定感。或者人在异地生活，物质条件不差，却总有一种漂泊感。得其资府的府不只是工具，也有防卫和开路的意思。你有了资源，也有了处理问题的工具，但你仍然不安。这一爻讲的是旅人的中断状态。你已经不是最狼狈的时候，但你还没有真正归属。这时候很多人会犯一个错，就是因为心里不快，就否定眼前所有成果，觉得这里不是我要的，所以一切都没意义，觉得自己还没成功，所以现在的累积都不算数。可是履卦提醒你，过渡期本来就不会完全舒服。你可以不快，但不要乱动；你可以不满足，但不要把已经得到的资源丢掉。9四的建议是，承认自己的不安，但继续整理工具。你要问自己，我现在拿到的资源能不能帮我走向下一站？我现在学到的经验能不能成为未来的能力？这里也许不是终点，但它可能是你通往终点的中继站。65说，社稷易使亡，终以欲命。这一爻是履卦中很有希望的一爻。射野鸡，失去一支箭，但最后得到名誉与任命。意思是，旅人在外虽然有所损失，但如果行动得当，仍然能够被看见、被肯定，甚至得到正式的位置。易使亡代表你要付出代价，想在陌生环境立足，不可能完全不损失。你可能要花时间建立信用，花精力证明能力，甚至在一开始吃点亏，投入一些成本，牺牲一些舒适。但重点是，这个代价不是白白浪费，而是为了取得更大的认可。这就像一个人刚到新公司，愿意先承担一些困难任务，虽然辛苦，但让大家看见你的能力。创业初期，先把作品做出来，虽然投入很多，但建立了口碑。一段关系里，你愿意用真诚和稳定证明自己，虽然需要时间，但最后得到信任。65的智慧是，旅人想要被接纳，不能只靠抱怨自己多辛苦，也不能只靠要求别人给位置，而是要透过正确的行动，让别人看见你的价值。但是这里也有一个关键，设置不是乱设，你要瞄准值得的目标。很多人在人生旅途中到处消耗自己，今天想讨好这个人，明天想抓住那个机会，结果箭射光了，什么也没得到。65告诉你，可以付出代价，但要付在真正有价值的地方。你要选对舞台，选对目标，选对能让你累积声誉的事情。上九说，鸟焚其巢，旅人先笑后嚎啕，丧牛于邑，凶。这是履卦最后的警告，也是最严重的一爻。鸟的巢被烧了，旅人一开始还笑，后来大哭，在轻呼之中失去了牛，凶。这一爻讲的是什么？讲的是人在外面稍微得势之后，忘了自己的处境。鸟巢被焚，代表最后的安身之处都失去了。先笑后嚎啕，代表一开始还觉得没事，甚至得意，结果后来才发现事情严重到无法收拾。丧牛于邑也很深刻，
牛是重要资产，是稳定力量，是生活根基。易有轻忽、容易、不小心的意思，也就是说，真正的大损失往往不是发生在你最警戒的时候，而是发生在你太轻忽、太自满、太以为一切很容易的时候。放到人生里，这就是很多人的翻车时刻。刚在新环境站稳，就开始骄傲；刚得到别人信任，就开始放肆；刚有一点成绩，就忘记谦卑；刚被接纳，就以为自己可以无所顾忌。结果得罪贵人，失去平台，破坏关系，甚至把原本累积的资源全部赔掉。上九提醒你，履卦最怕得意忘形。你永远要记得，在不属于自己的地方不要太满，在尚未真正安定之前不要太狂，在别人给你方便时不要把方便当成理所当然。如果你现在正处在人生的履卦状态，我想给你几个很实际的建议。第一，刚进新环境，先不要急着证明自己，你越急越容易失分。真正厉害的人懂得先观察再出手，先看规则，先看人情，先看局势，先知道哪里是界限。第二，出门在外要管理好自己的资源，钱不要乱花，话不要乱说，人不要乱信，承诺不要乱给。你手上的每一份资源都是你在陌生环境里的安全绳。第三，不要因为一时情绪烧掉自己的退路。人在旅途中最需要的是落脚处和帮手。你可以有脾气，但不要让脾气毁掉你的住所。你可以有立场，但不要让立场变成孤立自己的武器。第四，承认过渡期的不舒服。不是每一个地方都会让你有归属感，不是每一段路都会让你觉得快乐。有时候眼前的工作、关系、环境只是中继站，不是终点。但中继站也有它的价值，它让你休息、补给、学习，准备下一段路。第五，想要得到认可，就把力气用在值得的地方，不要到处讨好，不要到处消耗，找出真正能累积信用、累积作品、累积能力的目标，哪怕付出一些代价，只要方向对，最后会变成你的名声与位置。第六，越顺的时候越要谦卑。履卦不是不能成功，而是成功之后最怕忘本。当你在外面得到帮助，要知道感谢；得到位置，要知道守分；得到成果，要知道低调。因为履人的急不在于强势，而在于知进退。火山履这一卦，表面上谈旅行，实际上谈的是人生所有的过渡期。每一个人都会有履卦时刻，你离开熟悉的人，走进陌生的城市；你离开原本的工作，走进新的职场；你离开旧的身份，还没成为新的自己；你离开一段关系，还在学习重新安顿自己的心。这些时候你会不安，会孤单，会想快点找到答案，也会想抓住某个人、某个机会、某个承诺，让自己感觉安全。可是易经告诉你，真正的安全不是来自你抓得多紧，而是来自你在不稳定中仍然守得住自己。履卦的最高智慧，就是在没有根的地方不忘自己的根，在陌生的环境里不失自己的分寸，在暂时停留的地方不做永久的妄想，在还没站稳之前不急着摆出主人的姿态。人生有时候不是要你立刻安定，而是要你学会如何在不安定中成熟。不是每一段路都能给你归属，但每一段路都能让你更清楚自己。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是家，但每一个地方都可能教会你什么才是真正值得回去的方向。所以当你抽到火山履，或者你正走在履卦的人生阶段，请记住，小亨不是没有希望，而是提醒你慢慢来；真急不是叫你保守退缩，而是提醒你守住原则。你可以前进，但不要冒进；你可以争取，但不要失礼；你可以发光，但不要忘了火在山上，本来就不宜久留。如果你现在正处在换工作、搬家、感情过渡、人生转换，或是一种不知道自己到底属于哪里的状态，
也许火山旅就是在提醒你，不要慌，你不是失去了方向，你只是正在路上。在路上的人，最重要的不是立刻抵达，而是不要走丢。不要走丢自己的心，不要走丢自己的原则，不要走丢自己的谦卑，也不要走丢自己真正想去的地方。最后也想问问你，你现在的人生是否也正处在火山旅的状态？你是在工作上漂泊，在感情里没有安全感，还是在某个新环境里努力找自己的位置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故事，也许你的经历正好会成为另一个正在旅途中的人最需要的一盏光。